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都会撞上一个硬茬，想得越久，能写出来的东西反而越少。刚入行那会儿，我面对一个选题能磨蹭半天，是走煽情路线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结构是用3段式还是通篇一个调调，故事能不能紧扣主题，就这样，哪怕是最简单的选题也会在我脑子里被无限放大，变得一团乱麻。结果呢，常常是对着电脑荧幕发呆好几个小时，最后慢吞吞地敲出一个标题。时间一长，这种状态反复循环，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根本不适合干这行，差点就打了退堂鼓。后来我逼着自己改变策略，拿到选题后立刻定下大纲，马上动手写。不管句子顺不顺，逻辑对不对，先硬着头皮把键盘敲下去再说。一篇文章写完之后，再回过头去慢慢调整，细细修改，哪怕最后整篇都要推倒重来，至少脑子里已经有了清晰的方向，不再是两眼一抹黑。其实人生很多事都是这个道理，总有可以调整的机会和空间。只有真正干起来，问题才会变得具体，细节才会浮现，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不去做，问题永远停留在抽象层面，模糊不清，只能卡在你的想象里。很多人废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想得太多太全，行动时却畏畏缩缩。但现实是，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完美的计划，真正稀缺的是说干就干的执行力。从想法到行动的间隔拖得越长，你就越容易陷入前怕狼后怕虎的恶性循环，最后什么也做不成。生活总是充满未知，偶尔放手一搏，勇敢试试，才有可能收获惊喜。接下来我分享2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故事，绝对让你听完热血沸腾。第一个故事来自导演饺子的真实经历。饺子原本学的是医学专业，大3时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款3维软体 Mile， 他了解后立刻来了兴趣，二话不说就开始自学动画制作。毕业后，饺子先是去了广告公司上班，但做了1年后，他发现公司创作受客户、时间、成本等各种限制，自己的才华根本施展不开。他没多犹豫，直接递交辞职信，回家专心搞起了自己的创作。2009年，宅在家整整3年的饺子，靠着一款 Mile 软体，从零开始做出了原创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这部短片一经推出就火遍全网，横扫国内外30多个专业奖项，甚至在2010年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上拿下了国际竞赛单元的最高荣誉评委会特别奖。之后，饺子迅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继续深耕创作。2015年，投资人一瞧找到饺子，投了一部连剧本和主题都没有的动画项目。饺子花了2年时间，前后改了66个版本，终于打磨出一个像样的剧本。2019年7月26日，制作成本6000万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最终狂揽50亿票房，成为国漫崛起的标志性作品。在一次采访中，饺子直言，混这一行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卖出去。饺子的奋斗史可以浓缩成4个字：干就完了。第2个故事来自电影《社交网络》里的一个情节。某天晚上，祖克伯突发奇想，能不能搞一个网站，把学校里女生的照片上传上去，让学生们来打分。想法刚冒出来，他立刻拉上室友，开始写程式码。没过多久，这个名叫 FaceMash 的网站就顺利上线，并且在哈佛大学火得一塌糊涂。有人专门梳理了电影里的时间线，晚上8点13分，祖克伯回到宿舍，晚上10点17分，他开始动手做 FaceMash， 凌晨2点08分，同学提供了算法公式，随后产品正式上线。从一个突发奇想到产品真正落地，祖克伯只用了6个小时。一个人如果想得太多，瞻前顾后，顾虑得失，畏惧风险，往往会一拖再拖，最后一事无成。古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那些真正能干成大事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批，但绝对是行动最快的那群。真正的猛人，
宁愿在99次行动中总结失败的经验，也不愿在100次幻想里沉迷于虚假的成功。有个段子说得太对了，作为一个作家，你不能等着灵感来了才动笔；作为一个员工，你不能等着心情好了才开工。脑子里塞满计划，却躺在跑道边晒太阳，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别人远远甩开。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得先站到起跑线上。我总结了3条心得，帮你突破自我，缩短从想法到行动的差距。把复杂问题拆简单，目标越小越好干。很多人做事拖拖拉拉，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件事对他来说难度太高了。同样是减肥，有人目标是2个月减10斤，有人却只计划1周减1斤。表面上看目标差不多，但真正去做，后者的成功率往往比前者高得多。这说明一个道理，当一个大目标被拆成一个个小目标时，执行起来就没那么难了。如果你想1年读完100本书，那就每天抽15分钟去看书；如果你想精通一门外语，那就每天背10个单字，练一段口语。难度降下来了，人自然就愿意去做，长此以往，你的效率会蹭蹭往上涨。降低启动门槛，先告诉自己只做5分钟。卡尔顿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应对执行难的方法，叫5分钟起步法。意思是，面对一件事，如果你觉得抗拒，那就先告诉自己只做5分钟试试。神奇的是，只要你做了5分钟，大多数人都会继续做下去。我平时工作犯懒时也用这个方法，强迫自己打开文件，先写5分钟。几分钟后，我往往就进入了状态，发现继续写下去也没那么难。要知道，万事起头难，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甩开了 99% 的人。制造紧迫感，公开承诺截止时间。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明明有2周时间完成一项工作，但前13天你都在摸鱼，最后1天通宵赶工。明明1天就能搞定的任务，你却滑手机看影片，一拖再拖，结果到下班还没做完一半。对于这种被拖延症折磨、执行间隔过长的人，我建议你公开承诺一个截止时间，给自己制造紧迫感。比如，你公开承诺周3交方案，如果没做到，你会感到羞耻、失信、丢脸。这种心理压力会倒逼你行动，甚至让你提前完成任务。什么是真正的拥有？一念即起，拼尽全力当场完成，那一刻才算真正拥有。别让那些美好的想法默默在脑海中消散，变成人生的遗憾。凡事先干起来再说，走在路上，你就离目标越来越近。万物复苏的春天，是心动的季节，更是行动的季节。别再犹豫了，干起来吧。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我们下期见。